有请1号男嘉宾。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叫樊笑，来自陕西西安，今年26岁，很高兴见到大家。他一说来自西安，你看看他的长相，像不像兵马俑？像不像吧？这个单眼皮，有点像。所以啊，兵马俑里边的形象为什么栩栩如生？它都和当地的情人的长相是有关系的。我为大家特意带来了我们西安传统美食荠菜春卷哦，给大家品尝一下。蘸一下啊，谢谢。把剩下的也不要浪费，给2位老师吃一下。没了，没了。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唱遍 KTV 的所有情歌榜单。听起来是麦霸。9号。1号男嘉宾，那你知道吗？80%的情歌榜单都是悲伤的情歌，你要跟你的女朋友一起把悲伤的情歌也全部唱了吗？分手快乐也要一起唱吗？2个人还在分手快乐。不，可以选择别的，就是开心一点的吗？你说2个开心的情歌，我们听一听。知心爱人。哦，知心爱人，你说一个。你是我心里面的一首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流畅。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唱歌好听吗？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啊？来一段啊！你有没有想跟我一起唱的？好，那我献丑了，我唱歌真的挺跑调的。那你先起，我什么歌都可以。啊？你最珍贵会吗？张学友的吗？中华小曲库。命运这个世界，哇，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眼泪相对。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还有谁愿意跟他唱？知贝贝，哎，教音乐的，不过错不了。Hello， 男嘉宾，你点一首歌。就是你不然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可以。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瞬间开启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好好听啊！想念汇成一条河，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养在我心来已经习惯。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一直会刻意的保持少女感。哎呦，你看这么多姑娘都举手，怎么啦？这是高静。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是讨厌那种装少女感的是吗？不是讨厌那种，只是说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每一个年龄段的美。做自己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26岁，我要保持一个16岁的感觉，那就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对的，我跟你是同样的想法。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需要刻意维持一样怎样的状态。6号。男嘉宾您好，我听你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接受一个可能实际年龄已经很大，可是内心却很幼稚的女生呢？就是这种现象啊，挺多的。她可能平时生活中呢，就是这样的性格，而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刻意去保持。所以你也是可以接受她本身就具有少女感的人，对不对？本身是可以的。好的。你说的是你自己还是？因为我已经30几岁了嘛，哎，但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蹦蹦跳跳的，就是这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懂。张欧。我听过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但是为什么女生，就算我40了、30了，我一直保持一颗少女的心，就认为这个女生是不够成熟？你会很介意吗？首先我指的没有说100%我会拒绝这样的少女感。女人她本来就是很可爱，她到80岁也可爱，我奶奶也很可爱。我指的可能就一点，没有说放大很多。我想听一下2位老师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我想说说就是关于年轻和幼稚的差别。大家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至死是少女的话，我相信大家讲的是一种少女的心态，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我们不喜欢的那种少女，是她永远就是一个维度看世界。就是哇，他好帅，他为什么不爱我？我这么可爱。就他永远只从自己的角度看，而且他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大一的同学总是喜欢穿得像大四的，但大四的同学总喜欢穿得像大一的。年轻姑娘都喜欢穿黑白灰，50多岁以后都姹紫嫣红。在我看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对自己缺失的流逝的恐惧。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成熟，我们就想要成熟，但是有的时候青春逝去的又向往青春。男嘉宾所提到的不喜欢刻意保持少女感，这一点上我跟你比较一致。就我也可能觉得这种类型不是那么具备吸引力的，很核心的原因是，他把他价值当中的支点扎在了年轻上，所以我感觉是他可能没有其他的价值支点，他就把年龄、青春甚至容颜放作自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是比较稍显可悲的一件事情。看第一条片子。一个男人爱上足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叫樊笑，一家少儿足球培训学校的教练。课堂上，我是孩子们眼中严厉的樊教官。日常训练，我从来不会留情面。足球挥洒的是汗水，考验的是毅力。开场上响起面临的就是一场苦战。大家好，这里是西安。虽然这里大雨滂沱，但是这场比赛呢依然是如期举行。球队的头号球星西北狼樊笑也将首发登场。鼓才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了。现在拿球的是7号樊笑。身为西北人的他有冲劲儿，
有相当强的梳理能力和大局观。哎，我们看樊笑拿球了，射门打进了，球进了，简直太帅了！这是绿茵场上的我，平时生活中的我，也是典型的西北汉子。我记得有一次跟女朋友在路上吵架，然后有一个水果店老板就一直在看我们。你看啥呢？看你咋了？这瓜我买了。男人嘛，有的事情啊，刚就刚的帅气一点，没必要的事情就怂的机智一点。和朋友相处，我喜欢直来直往，有啥说啥。如果朋友有心事，我宁愿去做他的情绪垃圾桶。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可以让他们药到病除。有点帅，有点刚，有点怂，又有点暖，这就是我。我就是西北爷们儿，樊笑。戴慧。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和你女朋友吵架的话，是不会，在一场合就当下就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吗？这得看情况，但是基本上我会顺着他先让他撒着气吧，然后，比如说回到家了，或者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他气消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跟他说刚才的事情。好的，谢谢。我跟你说，你要有一个西安的男朋友，你跟他吵架的时候，听他用西安话跟你说说道理，会很有意思。要不然你说两句。哎，你别吵那些，这事情我感觉是你做的不对，这事情我感觉是你做的不对。你看看，我要是个妹子，起了这个头我就想乐了。是什么事儿都不重要了。5号，就是你自己微笑有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那你说说西北汉子都是咋样的吗？哎，他也是。哎，我不是我，但是我会学了一点点。哦，那你说的很 nice。你是哪里人？我是东北的。为什么把西北男人叫做西北狼？就是狼这个动物很凶嘛。我们西北人汉子是有那种狼身上的属性。那人家东北是虎。我指的这个凶啊，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必须得坚决果断，必须得坚决，有些事情毫不犹豫。啊。所以你自己会有一点小小的大男子主义嘛？那种，就比较强势。你自己说，看我干嘛呀？以前会有，但是现在我都随女朋友，听你的先。贾明玉，你好，男嘉宾，你相当于是把你的爱好变成了现在的事业，对吗？对。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去做运动员，而选择了少儿培训这一块呢？这也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在传播中国足球的一个梦想，让下一代，更喜欢这种运动，对吗？对，让所有的小孩从小孩做起，让中国足球更棒。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的是，因为你喜欢踢足球，然后你会一定要求女朋友到球场上给你加油助威啊，然后让你感觉到你在球场上就是很厉害这样子吗？并不是说我每次踢球都叫你来，但是你偶尔没事的话，是不是可以陪一下？而且，在重大比赛的时候，男生带他女朋友去，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那种荣誉。对手和队友看你的那种表情都感觉哇，你好棒啊！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你是不是看欧洲杯的时候，你主要都是看各个队的女友团？不是，把我带偏了。汗都出来了。21号，男嘉宾你好，那你带女朋友去打比赛的时候，你会对她有一些要求吗？比如不能看手机，不能给别的男生加油，不能给别的男生送水等等的。我带着我女朋友去看球赛，她给别人送水，这肯定不行啊！你是怎么想的？他如果给别人加油呢？给别人加油那种。
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比我踢得好的话，我还是我不介意。噎死了，男嘉宾。姑娘，你这么想一下，我跟陈明打乒乓球，陈明老师的媳妇儿在旁边，啊，老孟加油，老孟加油！你想想陈明老师怎么感受？开个玩笑，姑娘，你好好想想，不能够，这种事不能够。好，看下一条。她是我的学妹。第一次见面，她手上的 AC 米兰的钥匙扣吸引了我。我约她去吃了一家超好吃的砂锅，我至今还记得她特别能吃辣，碗里啊红彤彤一片辣子。和她好了4年呀，从来不吃辣椒的我陪着她吃了整整4年。她很支持我踢球的，经常给我加油打气。我经常会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他，自己啊就留上个200-300块钱的急用钱，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经济方面的事情啊不用太计较。我觉得约会啊，不单单仅限于2个人，我有时候就会叫上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去吃一个精致的大餐。一直以来啊，他都很想去国外生活，他也很想让我陪着他一起。有一次呢，有一个很好的去国外的机会，他就让我陪他一起，但是我放弃不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我在这里的一切。我挽留了他很久，结果呢，还是没有留住他。4年的美好的过程，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挺遗憾的。我喜欢既圆润又有修养的女孩。未来，我想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足球培训中心，我做教练，你来经营。即使年龄再大，我在场上踢球，你始终是场边唯一的观众。他怎么把这2个词儿连在一块儿的？圆润和有修养，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他怎么就把它排在了一起？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他怎么把这2个词儿连在一块儿的？圆润和有修养，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他怎么就把它排在了一起？真的喜欢球。9号。你好，男嘉宾，你喜欢圆润的，就是每个人对圆润的理解都不一样啊。我的圆润的话，可能是该有的地方有肉，该瘦的地方瘦。那您的圆润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吧，就看着一定要健康，然后气色好。气色好，红彤彤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吗？你可以。就像黄老师。我还圆润。圆润。你确定他爱听吗？黄老师的眼神非常复杂。你说完之后，黄老师今天晚上肯定不吃饭了。这个圆润并不是说谁胖，它是一种不好意思。找不回来了，我告诉你。高进。男嘉宾，我想问你啊 ，VCR 里边说你约会的时候会把对方的妈妈带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很奇怪，都已经确定关系了，又不是相亲。对呀。因为呢，我的这个前任我俩认识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所以呢，就是他家只有他妈妈一个，而且我们当时的相处，跟他妈妈我们都很熟，然后都很融洽，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带着他妈妈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带着他妈妈，每次约会都不是每次，是偶尔，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20号，就是我觉得2个人叫约会，3个人以上叫聚会，如果带上妈妈，那叫家庭聚会了，都不敢听，对，就感觉怪怪的。我特别同意20号说的那个，约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情，偶尔叫上对方的父母一块吃个饭，天经地义，很正常。不要说那个叫约会哦。最后一个问题，13号，
你好，男嘉宾。我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面说你会把挣的工资全部都给女朋友，自己只剩很少的一点。我想问一下，你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吗？刚开始就是跟他父亲走有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对他。第1个月的工资是我主动给他的，这样比较好嘛。然后他也挺开心，在后面都是他主动要的，后面都是他主动要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万事开头很重要，头开坏了，讨好女人的时候不计后果，不计成本，什么钥匙、房卡全都给。第2天一吵架了，把钥匙还给我。我想为男嘉宾说2句，因为刚才说2件小事情我都听出来。一个就是说，那个女朋友的父亲去世了，他把工资卡交给女生是为了安慰她。另外呢，就把他的妈妈带出来，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前提，叫父亲刚去世，妈妈在家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狼性里面也有一些温柔，好暖，也有一些承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谢谢谢谢。现在留灯的是。哦，这个环节爆灯了。就是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这儿默默听着大家问，然后我在自己觉得，我跟他有很多性格上的相似点，然后很多观点是相似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哇，一起走，一起走。再见也不会有错，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现在留灯的是8号、15号，在8号、15号里边留一个。你去呀？去是吧？西北狼，快点吧！他老看着我。我不知所措了。灭掉其中一盏。谁说是果断的西北狼？坚决果断，必须得坚决，毫不犹豫。啊！在2盏蓝灯当中灭掉其中一盏，8号和15号当中。到这儿我真的快哭了，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了，我对谁都。果断灭掉其中一盏。西北狼变小绵羊了，哇，不知所措。我从来没见到一个男嘉宾在这儿下不去手的，你是唯一一个。给他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必须得坚决，坚决果断。刚才我说的不是开玩笑，这个环节从来没有一个男生花这么长时间。因为能留到最后的人都也很欣赏我，然后很有勇气。我这个时候去拒绝人家很难，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很残酷。这个事情，我每次到这个环节，我真的不。还我每次到这个环节，你到过几次这个环节？就是类似于几选几的情况下，我就很纠结。哦，有请4号、8号。来看一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4号。看一下智推，大数据系统经过测算，樊笑的智推女生是已经在台上了。
14号施远兵。哦，男士绅士有范儿，工作努力拼搏，竞争力强，生活中很有主见，能扛事儿，也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女生知性优雅、温柔谦逊、善良有爱心，情感中有敏锐的洞察力，心思细腻，也有自己的坚持。两人的价值观高度一致，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愉悦，是甜蜜有爱、目标方向一致的幸福伴侣。供两位参考。看3个女生的关键词：带会1，碳水爱好者；2，宅出新高度；3，百变。你选一个。1，超级喜欢吃米饭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最高纪录是一顿吃过6碗饭。因为是常德人，还很喜欢吃粉，曾经一个晚上吃了3碗粉。我想问一下，这6碗饭和3碗粉是不是同一个晚上？啊，不是的，不是的。施远兵1，宝贝成长记；2，我的两面性；3，小倔强。1，我家 CC 他们生下了很可爱的4只小猫咪，那时候看起来像4只小耗子一样。后面就他们长大，整个身体、整个脸都是圆鼓鼓的。好萌啊！虽然说养这么多宠物很累，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给予我陪伴，还有给我带来快乐。刘纯纯1，被迫宅；2，想要爱情有味道；3，择偶要求。被迫宅吧。看起来是个宅女，其实只是因为工作太忙，朋友少，很喜欢出去玩，也很喜欢运动，希望能遇到那个带我脱离宅女称号的你，让我动起来。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我半年前腿断过一次，然后现在刚好，然后我的体脂增了很多，我在现在可能接下来很长时间不能和你们一起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特别是吃宵夜，你们可以接受吗？我自己一个人吃可以吗？可以，你会做饭吗？啊，会的。哦，好。哎，8号那个资料里写的是特别会做饭。8号啊？哦，8号。哦。施远兵，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吧，大不了就是你不吃，那我吃，我吃着，那你就看着，就很简单的事情。刘纯纯。我的个人观点的话，我可以自己去点外卖，像刚才那个姑娘说的一样，就是自己点，自己在一边默默的吃，可以吧？可以，但尽量不要。好的。来，最后的时间给4号。男嘉宾，我想争取一下，刚才为什么最后爆灯啊？因为我看到场上还有3盏灯，我就很怕你过来把我灭掉，然后我就爆了一下灯，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很真诚，我很喜欢这种性格。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别人都是只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增加一个问题？就很快就问一个，最后一个。就看在你给我们带吃的来了，就问一个嘛。谢谢。你看我多好说话。谢谢，太感谢了。我想问一下中间这位，就是你刚才是哪一点让你觉得你应该把我灭了？哪一点？因为我就谈过2段感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过。因为你有一个就是跟你谈了4年的女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就是异地异国，你是放不下家里的父母，还是说放不下此时此刻你的工作？因为我跟我前男友也是谈了5年，所以我能了解那个女生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个点，我虽然说可能看起来可能比较成熟一点，但是我内心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简单纯粹的感情。我希望能有一个人能够为了我冲动的去做很多事情，因为我没有过这种感受。他的意思是，
因为他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过，所以他同情那个女生。那个女生跟他谈了4年，因为要出国，这个男生没有坚定的选择那个女生，所以他就觉得，灭灯了。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不分男女，有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过，有很多因素，可能是因为我让他失望了，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人比我优秀。任何一种分手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并不都是可以归纳为没有被坚定的选择。来，你要做最后的决定，坚持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他不会到这儿还想5分钟吧？很有可能。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只能说对不起，谢谢感谢你，对不起，感谢，也对不起，我会选择就是给我留灯的人，对不起。你看这2人的衣服，你们看这2人的衣服。好的。谢谢各位。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李平，我是一家礼品公司的创始人，我今年30岁，来自成都，谢谢大家。这个字儿出现在名字里不多，斜玉旁。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的名字？这个字可能那时候我爸翻了字典吧，多读点书。这个字其实代表就是寓意珍珠的意思。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与王相比嘛。哇，天哪！一字并肩王。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在人际交往中少一点小聪明，多一点真诚。哪些属于在你看来的小聪明呢？这可能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吧。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聪明的人很多，然后不管情商高、智商高的人很多，但是其实最管用的还是真诚。就你真诚的对别人，别人也会真诚的对你。冯坤阳。我有一个就是做销售类行业的朋友，经常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给我们2个选择，然后让我们从其中选一个。这种情况下就确实会让人比较容易去做这个决定，从他提供的选择里面。但事实上，其实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我认为就是交朋友嘛，如果这个朋友每次跟你聊天都是 A、B 选择的话，这种朋友交起来也挺累的。对呀。我觉得真的人和人交往之间没必要用到很多套路。6号。男嘉宾您好，首先我要说一下，我非常的真诚。小聪明的人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子，而且我比较接受吃亏是福的这个想法。我理解女嘉宾的意思。其实之前我也用过，我觉得我投的还可以，还挺聪明的。但是在很多比如生意上前辈的面前，其实你想做的什么事情，他看得非常的清楚，说还不如把你自己最真诚的表现出来，你告诉他我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合作的机会。真诚有的时候啊是效率最高的选择。你的第2个问题。我希望就是在恋爱中我们不要什么节都过，
你不喜欢哪些节？说来听。比如像七夕，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我一定要过，但是我不想去随大溜。比如在七夕的时候，朋友圈全部发的都是今天谁给我买什么礼物，转账多少。我更希望过属于我们两个的节日，就别人没过过的。比如我们在一起的第1天、第100天，比如520天，这也是我们的七夕节。8号。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孙雪，今年31岁，来自北京。我呢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然后有一个6岁的孩子。针对于男嘉宾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除了重要节日，我更喜欢说把每一天都就是细节化，去把它过成节日。你会愿意这么过吗？其实我认为就是刚刚女嘉宾说的非常好，就真的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话，其实每一天都是节日。我想要的状态是舒服，比如我们俩在一起第1000天，比如1周年，就可能我会更隆重，让别人知道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植贝贝，男嘉宾你好，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怎么爱过节的人。但是我平时的话呢，你可能给我多一点点浪漫啊，平时给我送朵花啊，那天给我送个卡子什么的，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我很容易满足。卡子，卡子，发卡。哎，多好。对。就是在送礼物这一块，你刚刚提到，哪怕小礼物一个惊喜，那我是专业的，因为我本来做礼品公司的。对啊，对啊，我就想问嘛，就是你本来是做礼品公司，那你应该会对这个女生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啊，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那个心得？其实送礼不在乎贵重，在乎的就是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人。平时一些细节，他比如说他下一个月去旅游，对吧？比如去海边城市，那我提前准备好一些防晒的东西啊，用生活中来去观察，然后去给他匹配一些就是小惊喜。好，看片子。如何把一件礼物送到别人心里去，这是我每天思考的事情。我是礼品服务公司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我带着50多人的团队，拿到过国际礼品行业的服务金奖，也有幸站上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导师的评委席。父母是做小买卖的，所以说我很小就学着做生意，连续8次创业。曾经因为错误的理解前辈一句话，导致公司破产。当时前辈给我说，就是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然后我当时就做了很多投资，开了很多线下的实体店。失败了才发现，前辈后面还有下半句，就当你放在不同篮子里，如果你不会经营，可能什么都没了。后来我带着仅有的5万块钱只身闯深圳，9个月从负债累累到逆风翻盘，有了现在的事业。2019年12月31号，我跟我兄弟当时在一个饭店吃饭，刚到12点的时候，隔壁桌都开始举杯共饮，庆祝新年快乐。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眼泪就止不住的很大颗的往下掉。2019年，我觉得我过得太不容易了。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我光鲜的一面，其实没有看到我背后的付出努力。我从无到有。我认为超过8小时以外的工作，才是比别人有收获的时间。5天飞4个城市，加班到2、3点是常态。只要答应客户的事情，我就全力以赴。我相信比别人更努力、更能吃苦，就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我觉得男人要爷们儿，要有担当。曾经我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会坚持做一些社会公益。我计划50岁前退休，前半生竭尽全力的去拼搏，后半生留给我的家人。我特别喜欢海边，我去过年轻活力的黄金海岸，去过象征兄弟友谊的毛里求斯，而浪漫的马尔代夫是我最想带你去的那一片海。这个片子里边有一段十分好笑，只听了前半句，没听后半句。只听上半句，没看下半句的事儿，很耽误事儿，很可怕。有一本书啊，叫《葵花宝典》，你看过没有？《葵花宝典》的第1页写着：“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你看第2页，如若不攻也能成功。第3页，若以自宫，未必成功。是什么让你只听了上半句，那个前辈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直喜欢创业，18年之前自己也是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那个时候有点心高气扬，我觉得我这么难的事情我都做成了，其他的事情不是弹指一挥吗？就类似于这种，做每一个行业，投资每一个行业，其实你得懂它。你就算不懂，你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来做这个事情。你如果不会经营的话，所有的男子的鸡蛋都可能会坏掉。拿的什么？这是？因为今天能与24位女嘉宾相遇，我觉得也是缘分，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份礼物，然后想送给女嘉宾。快去！好。他是做礼品行业的，他的这个小礼物非常让人期待。如果放点花，就是成人。其实我开始讲过，就是送礼的话，一定去对他有了解，然后你才能够送到别人心里去。我其实说实话，对24位女嘉宾不太熟悉，所以说我在这个礼品卡册里面准备了20份礼物。比如有口红，比如有厨房用品，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去领取。流畅。我觉得男嘉宾的这个礼物特别像那个，就是给我一张超市的那个储值卡，然后让我喜欢吃什么、喜欢买什么自己去买，特别的符合我的心意。谢谢。我也是深思熟虑了的，确实不知道送啥。高进。啊，我看到了，第一有兑换码，开心死了。特别好。谢谢谢谢，希望你们能满意。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创业8次都失败了，但是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创业呢？因为我之前也失败过，现在就变成打工人了。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创业8次都失败了，但是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创业呢？因为我之前也失败过，现在就变成打工人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从小可能就喜欢去做生意吧，因为父辈的影响，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刚刚威萨其实有讲到，就是在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就亏得很惨，我把所有家的酒全部喝完，就1个月时间，那1个月。我整个人都不成人样，就胡子拉碴，但我兄弟们真的特别好，一直陪着我。1个月之后，我突然醒了，我觉得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事，而不是现在类似于这种状况。所以我当时把胡子一剃，头发一剪，第2天我就跑到深圳去了，可能用了一年时间，我其实也把我之前损失的我也挣回来了，所有的人觉得我，李平你了不起，但我都跟他们说，真的是。就是你只看到我表面的我，你没看到我背后的一面多努力。创业只要你想做，你定位准确，你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我能为这个社会，对吧，创造价值，那你就坚持去做。对，确实创业这个是心态很重要。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们的经历蛮像的，我也是在创业过各个领域。我很佩服男嘉宾有8次摔倒了再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对我来说，可能当就是创业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会去海边去把我所有的负能量给发泄出来。我不知道男嘉宾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喜欢海边的一个理由啊？对对对，每次我的人生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去一趟海边。因为我是本身生在成都，四川没有大海，我觉得大海看到大海，就是我觉得每一面海它都有不同的故事。我对着大海，比如坐一天，我觉得是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可以对着大海去倾诉我的自己的故事。我们来把海边的照片看一下，这个是在哪里？这里应该是在毛里求斯吧？这也是创业失败吗？这不是，这是甜蜜幸福的时刻。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它是从哪儿蹦起来的呢？这个是无边泳池，我们站在上面往下跳。明白了。往下跳。这个也是创业失败吗？王老师非常想看他创业失败时候的样子。在那个就是跳起来那一段，其实就上一段失败的，然后跟兄弟们一起去的。我发现你失败了都带着兄弟啊。他是这样的，创业成功了带着妹子，失败了带着兄弟。人生就是这样走向了巅峰。这是女嘉宾吧？这个是我。哦，对。这个是三亚那个亚龙湾拍的。
然后我也是特别喜欢海边嘛，因为我是重庆是山城的，我们那边都是山，然后我就特别想去看海。当时是在上班，然后我也是想去创业然后我就在犹豫嘛，家里人让我不要辞职，然后我就去海边散了一下心我就觉得真的很快乐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看海，买沙，就特别快乐。然后回去还是辞职了，然后就去开了一个店。这是我。我不是在山东聊城嘛，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因为我爸爸妈妈平时比较忙嘛，也是第一次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去旅行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比较难忘。看下一条。第一次见他，白衬衣、牛仔裤，干净而舒服。他会陪我去海边，我们一起做饭，偶尔喝2杯。他是我心目中完美恋人的样子。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拼命努力，希望能配得上他。但我工作太忙了，经常加班到2、3点，而他的作息规律，我们的生活节奏很不一致。他表达过不满，但当时公司面临困难，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工作上，就忽略了他。后来我们开诚布公地分析了感情出现的问题。第一次提到分手2个字，我很痛苦。我知道他不会轻易说出分手的，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考虑了很久。他说的分手并不是单纯的表达不满，而是代表的没有挽回的余地。多年的感情就这么结束了。我觉得结婚后2个人真正的幸福是2个家庭共同的幸福。我觉得爱一个人就爱他的父母，我全心的对他的父母好，他也会对我的父母好，我们将心比心，这样2个家庭就会成为一个家庭，这样我们才会美满。未来我希望找一个相处舒服，能同甘也能共苦的女朋友。我们一起去海边的城市，我开个咖啡馆，你开个花店，不为赚钱，只想听听路人说说他们的故事。邵一鸣，男嘉宾你好，刚刚在你的视频当中有提到他不会轻易的说分手，那你是怎么断定他说的这个分手是真的想分手呢？他不是想让你去哄哄他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2个人的感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商量着来。比如我自己有我的底线，比如他提出分手，我会告诉他，这个您如果每次提分手，我会很难受。就是你也有你的底线，我们相互的去做退步去改。我不希望就是我的女朋友，包括我未来的老婆，她经常把分手、离婚挂在嘴边。有人拿分手当撒娇，是有这个吗？刘畅。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就是刚才孟老师所说的，经常会拿分手当撒娇，但是就是比如说你惹我生气了，然后我可能就会说一句，我说我要跟你分手，你赶紧哄我，你要不哄我就跟你分手，就这样的话是你能接受的吗？还是说连分手2个字都不可以经常提？我爸跟我妈在一起30年，从来没提过离婚2个字。您如果提分手，你撒娇的话，我会很真诚的告诉你，就是我不想听到这2个字。因为我认为这个字，哪怕您是撒娇，可以换个方式。他们用灭灯来告诉你，我们的爱好就是分手。你不能接受这个爱好，那就不行。9号。你好，男嘉。突然被惊到，就把我剩下来了。来，你继续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一般不会提分手，但是我会冷战，因为我吵架基本上永远吵不赢。然后一般的话，男生3天4天不找我，我会自动认为分手，我就会可能直接就拉黑了，不联系了。那这样你会怎么办？我其实我还是属于一个蛮主动的人，对吧？我觉得冷战是非常不好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会主动一点。谢谢。谢谢。哎呀，我觉得男嘉宾最后阶段的整个表情写着，就是女人真的是一个太奇怪的物种了。男生是一个持续创业者，
所有他刚才分享的这些属于生活情趣的部分，都是在他创业间隙的部分。所以你一上来，我听完之后我就有一种疑虑：你现在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你看着这个世界的视角，都不是一个太做好了要走进一段爱情的准备。他都是围绕创业这件事。对，他创业的核心就是目标，然后到达方式，然后路径。所以当听到这些对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茫然。他说：“怎么会有人这么想？你喜欢什么？冷战，然后你冷战了4天，怎么拉黑了？”他这个人就傻了。他说：“那我要怎么回答？我该怎么做？”我虽然不赞同女生拿分手当调情啊，但是呢，女生可能在台上说我喜欢冷战，我喜欢分手，其实是给男生出了一个题目，叫做当我遇到我有情绪表达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更高明的智慧来劝我？但是我想跟创业者说2句啊，我觉得会照应情绪，这个也是创业者必须的一个品质。我觉得你不仅不太会照顾女生的情绪，也不照顾自己的。为什么2019年忙了1年，到12月31号的时候，听到别人说新年快乐的时候，你会潸然泪下？因为你太累了，太辛苦了，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就你 VCR 里面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50岁的时候我去退休。我这句话我在我过去的婚姻中，我前夫也跟我说过。我掐指一算哦，我还要10几年、20年，我那么累。我后来想了想，好像我的人生也只有1回，所以那你就按你的计划走吧哈。我觉得这个人是活在当下的，不是活在一个目标里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我非常认可黄老师说的，适当的时候停一下。当你停下来看风景的时候，以前是可以的，但现在呢？当你停下来看风景的时候，旁边的人纷纷都超过你，其实挺难的。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我的预料。你在这个台上，你脑门子上刻了4个字，叫创业焦虑。当然没有关系，男人在奋斗的道路当中失败了、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这是勇敢者，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需要情感，还需要和人相伴，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生活的节奏方向，稍微停下你创业狂奔而去的步伐，看看你身边谁在你身边，你和谁想同行。还有你说争取50岁以后退休，然后留给家庭。按照你现在让我们看到的这样，在创业的道路上，如果你真到了50岁，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一定比今天更焦虑，你一定比今天更忙。我觉得孟老师说的其实有点触动我的心。你得好好想想这个事儿。我现在其实告诉我自己，这么努力为了什么？我努力就是为了让我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先让你自己过得更好。只有当你自己好了，你才有可能让身边人好。你自己都过得不好，你父母怎么好？爱你的女人怎么好？你的朋友怎么好？先把自己弄好。我赞同，好吧，赞同。先把自己弄好。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就是那路口。感谢老师最后讲的，我觉得是挺触动我的，就不要义无顽固的去往前走。我希望就是未来给我另外一半，就是只要有我在，他就会很安心的那种生活。刚才说的，前半生挣钱，后半生享受，人生是这样的吗？要钱就没有陪伴，要陪伴就没有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能都要？对吧？孩子才做选择题呢，对吧？我们都要。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大家好，我叫王杰，今年34岁，来自江苏淮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朋友在外人面前也是一个护短的人。护短？就是包容、理解。哦，
16号。你好，男嘉宾。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让你产生这个想法呢？就是你有遇到过女朋友，就说可能在外人面前不给你面子呀，或者朋友说你什么了，然后女朋友就是帮着外人，还是怎么样？这个倒没有，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护短的人。我觉得护短啊，更是一种谦让、珍惜。好，谢谢。9号。你好，我也是跟你一样护短，而且不管对方是对还是错，在外人面前我都会护短，包括我的朋友，我也是，就是非常护短。就是如果他有问题的话，我会回家再跟他说你的问题。那我可能跟你有点相似，比如女生在外面出了一些问题吧，我可能会给她拉到一边，跟她讲一下，但是不会当面的指出这些问题。对我也是。哇。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女朋友嫌弃我拍照时姿势单一。我虽然比较喜欢爱好摄影，但是我拍照的时候看到那个镜头啊，我还是有点紧张的。正常也就是比个耶啊，抱个臂啊，插个兜啊，是很简单的动作。所以呢，我就希望现场的女嘉宾，你们能教教我。贾明玉，你给他示范一下。我教你个万能男生用的。思考，思考。你在哪里都可以用。什么用呢？饭店思考，海边思考，然后天空思考，就是你用这个招，你可以拍遍全世界。我跟你说，这个对男人就不是个问题。我95%的照片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拍照的时候就要不然就大义凛然，要不然就有种不高兴、小委屈的那种，就是你很少有笑的照片。笑另外加钱。8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女生嘛，拍照都希望说拍得特别好看，但是假如女朋友的要求比较高，她有黄金分割线呀，讲究留白呀，这些要求特别高的，你是都能满足吗？其实吧，我觉得摆拍跟抓拍，真的抓拍那种感觉真的很自然。有的时候你看摆的动作造型啊，我就感觉拍出来非常的僵硬，就是我们瞬间的抓拍那种感觉是最好的。有时候我觉得甚至喝了一点酒拍的照片才有感觉呢。哦，真是这样的。你说你要喝点酒拍，还是对拍的人？我要喝点酒。我要喝点酒。哎，之前好像网上有说，不同年代的拍照姿势有鲜明的界限。70后就是丝巾，80后田七很常见，90后比耶，00后比心。一看动作差不多，对年龄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不必弄过多那种浮夸的那些东西，开心了怎么的都好。看第1条片子。我叫王杰，是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传统的农业不同，我们不死种田，不重视田，而是运用新技术和新思路来经营这片土壤。先做市场调研，再到种植基地考察选种，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到农场指导，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还要学会包装农产品，做出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给他们的收入增加15%到30%左右。曾经的我开着房车过了2年的旅居生活，我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识过甘肃省的一坡水房子，体会到康巴汉子的热情好客，也被中哈边境哨所的战士们所感动。我对家乡淮安的人文历史书籍很感兴趣，4大名著中有3部和古城淮安有关。每当我看完这些书，就特别有家乡荣誉感。我也会参照书里面的内容去寻找这些尚未被开发的景点。我爱好摄影，喜欢追最新的电子产品，也会经常约朋友们出去露营，
未来我打算把种植、田园和房车结合起来，打造属于自己的房车露营农场。我希望能在50岁前退休，开着房车，带着家人，过上自由自在的旅居生活。刚才我说什么来着？看着它就看到了丰收和富裕。你看看，丰收的气息在这儿吧？这是我们农场的一款产品，叫喜米。我们在这个里面增加了就是红枣桂圆，寓意那个早生贵子，团团圆圆。这个送给现场的所有女嘉宾，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好，送给大家。哇，谢谢，感谢，好香啊！把它打开看一下，好香，好香。赵一鸣，男嘉宾你好，你好，你是一名农场主，你的农场都会经营什么作物呢？我的农场现在主要从事稻麦种植跟水产养殖，同时我们的果园还有我们的草莓跟火龙果。主要以这几块为主。简单的说一下，多大规模？500多亩吧，500多亩。贾明宇，你好，男嘉宾，特别开心啊！就是那个音乐一起来，然后你再送上那个香喷喷的大米，我就觉得我看到你，仿佛看到了田园生活4个大字刻在了你身上。那您是怎么想50岁要退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您是怎么想50岁要退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呢？是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呢？因为在房车旅行的这2年间，我碰到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就是旅行中的人物。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川藏线上遇到广州的一对父子。这个儿子特别的孝顺，因为他的老父亲被医院已经判了只能活了3个月，但是这个儿子带着老父亲自驾游了10年，整整10年。我们聊的过程中，就对他这种感受，我就特别的感触。以前我也是在外面创业的，外面我们企业做得也很好，然后受他们感动，我就觉得陪在家人身边是最重要的。我的规划里面是50岁，我已经能达到那种财富自由，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长期的过这种旅居生活。50岁以后就什么都不干了，开着车就不回来了，天天在外边开。谢谢。哎，你的那个房车都去过哪里啊？哪些地方？新疆、西藏、海南、内蒙。这是在哪儿？这个是川藏线上318国道，对。这是哪里啊？这个河西走廊的一个叫山丹的一个县城，一个军马场附近。军马场。这个也是在这边。唐宇。我之前也有过，在三亚的时候，也是开着房车，然后在一个海边，然后自己搭帐篷，然后在那儿过夜，然后迎着海浪睡觉。就这个拉开帘的一瞬间，你就能看到太阳升起的样子，就很美。然后还能自己弄那投影仪打个电影看，然后坐在旁边就很美。对，我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希望以后女嘉宾可以跟着我一起开着房车去旅行。张欧，男嘉宾你好，我是一个很喜欢极限运动和极限旅游挑战的一个人，我特别想去南极。你会喜欢尝试这些刺激的旅行吗？南极那个车上不去了。南极真的拖不过去，但是我非常愿意陪女嘉宾一起去。房车旅行的话，对这个车友的动手动脑能力都特别的强，因为比如我们在户外，我们车陷下去了，那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呢，房车对我来说，我一直认为房车是一个非常好的叫候鸟式的旅居生活，因为我们的房子很小，只有10来平方，但是我们的后花园很大，除了这10几平方。其余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我们的后花园。哇哦！
哎，你这样说，大家听上去感受就很好。我就特别不建议有些男嘉宾说，我准备40岁以后如何，50岁以后如何。你就说我们现在享受生活不是多好吗？你一竿子把人支到50岁以后，大家先把眼跟前的事规划好，好吧？男嘉宾来自淮安，对，淮安呢，它其实是全国非常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我的印象中最著名的有韩信、周恩来、关天培、梁红玉。其实啊，淮安真的很伟大。你要不拦着他，他夸淮安能夸10分钟。来说说你们自己的家乡13号。我来自吉林长春，我的家乡有一个著名的5A景区叫净月潭，它是亚洲最大的人工临海。它的这个负氧离子含氧量呢是每立方厘米3000到5000，所以是特别适合人们去徒步啊，去简单的这个短途旅行的。然后推荐给大家，真的希望大家能来到长春，走进净月潭。好的，下次有机会一定去。5号。我是来自吉林延边，对，那个地方就是珲春，是3国交界，俄罗斯、朝鲜以及我们的祖国，对，所以说有个叫房川的地方可以一眼望3国。还有就是在延吉市内的话，你看到所有的街道全部都是朝鲜语和汉字，然后2个文字一起的双文字，就是很有那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好，看下一条。爱情和事业真的不能兼容吗？我们在婚礼上相识，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摄影师，她是伴娘，很热情，会经常来我的店里帮忙。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恋爱不久后，我们结婚了。结婚后，我们一起经营影楼，生活和工作完全交织在一起。虽然很甜蜜，但也会因为工作上的意见不合而吵架，感情因此出现了裂痕。后来我外出考察房车项目，一出去就是1、2个月，他独自在家。我外出期间不能及时的帮他解决家庭困难，没有尽到一个好老公的责任，他选择了别人，我们的感情结束了，夫妻店也走向了尽头。这段婚姻的结束啊，其实我是有很大的责任。现在想一想，2个人能安安稳稳的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离婚2年后，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就在一起了。外出约会时，只要有第3个人在场，她就会刻意的和我保持距离，觉得公开恋情啊会对她的生意造成影响。有一次，我无意间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朋友，他知道后很生气，向我提出分手。回想这段感情，相比于男朋友，我更像是他生意上的助推器。我理想中的爱情，回到家后聊聊当天发生的事儿，假期开着房车一起去旅游、露营。我会陪你做你喜欢的事，我们一起慢慢的变老。23号。男嘉宾你好，开始你提到跟前妻经营了一家店，这个话题其实我是有一个发言权，因为我之前跟前男友在一起也是经营了一家培训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2个分手了呢，然后这个公司就没办法再经营下去，所以就很麻烦，就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一起工作就利益的这些纠纷。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前一段这个婚姻里面总结出来一些东西，就是所有的工作跟生活千万不能捆绑在一起，真的，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11号。男嘉宾你好，我有看到你跟第2个女朋友是因为她没有公开你的原因分手吗？那我也是一个谈恋爱不愿意公开的人，因为我觉得一段感情如果没有走到最后，我是很不愿意公开的。对于公开不公开的话，我觉得公开的话更能彰显真诚，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的话，谈恋爱一定要非常的真诚。等一下，再见。是不是你陪我到
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是高博，来自内蒙古，今年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另一半嫌弃我肢体不协调。你会在什么时候不太协调？就是怎么说呢？从小学时候就有齐步走嘛，我就是跟大家一起走，完直接就是把前面的鞋都踩掉了，这种的。还有就是洗脸的时候，就可能手指吧，就洗脸就会捅到鼻孔，完就特别疼。洗脸会捅到鼻孔。植贝贝，男嘉宾你好，就是你说你肢体不协调嘛，然后那个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测试你肢体协不协调的一个特别火的叫小跳步，你会不会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小跳步？我不太知道。你来，就是你要边蹦着边跳。第二，他就泽月。可以吗？这个可以不可以？我不知道。你们再说说看，关于肢体协调这个话题。17号，你好，男嘉宾，我曾经是一名女团成员，所以说肢体非常的协调，然后我可以去现场教你一下。你来。是这样，那个我先给大家展示一段舞蹈，然后我再来简单教你几个动作。那我们就学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可以吧？就这个扭的好吗？可以吗？来，我们把脚分开一点，稍微大一点，对比肩膀还要大。然后先往右边啊，重心在中间。好，5、6、7，走，1、2、3，好，回来，好，回到中间，好，再往左边。2、2、3，回，3、2、3，走，1、2、3、4、5、6、7、8，2、2、3、4、5、6、7。我看出来了，男生是个机械舞演员，我看出来了。谢谢17号。好，谢谢。千万不要自卑。我一直到上中学，我上体育课，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向左向右转。有一次怕什么来什么，知道吗？
向左转，哎，他往那边转，我跟你讲，全班就我跟他2个人往那边转，大家都往那边转。好，来第2个问题是。第2个问题就是我不希望另一半太在意别人怎么称呼他。你怎么称呼你前女友？就可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会叫那个朱媛。啊，朱媛？对，朱媛。对。第2个女朋友叫玉润。你有几个女朋友？2个。第1个叫朱媛，第2个呢？第2个可能也叫朱媛，就朱媛2代。你自己想想，你把2个女朋友叫同一个名字合适吗？你还让人不要在意对他的称呼，能不在意吗？你现在我并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可能牵手一个女嘉宾，如果牵手了，她是不是朱媛3代？可以换玉润也行。你不希望另一半介意别人称呼他，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平时生活中嘛，就可能管一个人叫姐姐或者叫姐，这2个就区别蛮大的。姐姐和姐的区别是，叫黄兰叫黄姐姐和黄姐感受的区别是？我是没啥感觉，我基本都会叫姐，因为她少一个字嘛，少说一道。对。黄兰，有人叫你黄姐姐和黄姐，你听上去的感觉是？好像黄姐姐显得更亲切一点。叫黄姐姐听上去就像跟你套近乎，叫黄姐听上去有点像家政。9号。你好，男嘉宾。像我谈恋爱的话，喜欢有一些奇怪的称呼，比如说我叫你大哥，你叫我二弟，这样的称呼你喜欢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不要再朱颜玉润了。也可以，那我回去更新一下词汇库吧。好的。看第1条片子。我叫高博，万万没想到我就要去参加《非诚勿扰》。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那么就给大家介绍下真实的我。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家躺着，不是躺平，是微躺，配着21年的快乐水，看动漫、打游戏、看男团、女团舞。没错，就是你们理解的宅男。不过我可是一个爱干净的宅男。看我这个家收拾多干净！而且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拖地，打游戏输了会拖地，工作不顺也会拖地。却造新风，鸟是蜜蜂。看我这地板拖得多亮！哎，导演，你说我这种宅会影响我谈恋爱吗？草率了，草率了，聊点别的吧，聊点别的吧。从小我就对绿色特别喜欢，生活中买东西我也会看有没有绿色。导演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有多喜欢绿色，我画的房子是绿色，花也是绿的，天空也是绿的。看到这些翠绿翠绿的小东西，心情就莫名的喜悦呢。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条火遍全网的短视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电影制作，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现在从事自媒体工作。一条1分钟的小视频，从构思到成片只需要2到3天，即使遇到难搞的甲方，片子修改8、9次，也要让他满意。以上就是全部的我，我也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讲述关于我的一切。今天，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碰到一位真正懂我的女生。为什么这么痴迷绿色？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感觉这种颜色真的太好看了，一点忌讳、顾虑都没有吗？没有没有。刘畅。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书上讲了一个关于24种颜色的一个分析，就是讲喜欢黄色的人是比较温柔的人，然后喜欢黑色的人呢是比较严肃的人，然后喜欢绿色的人呢是比较喜欢修身养性的人。所以我刚才看你说你比较宅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准的。那想问一下，你平时宅在家里的话，都会干点什么呢？就是约朋友一起打游戏，包括还有一起看个动漫什么的，或者看个电影这种的。完，剩下时间可能睡觉。对。打游戏、拖地、睡觉。高进。男嘉宾这边，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一种动物啊？牛头梗。飞象。就是你刚才没说，我没感觉像，但你一说，我有画面了，感觉挺像。它主要是鼻子那一块像。对对对，还有眼睛，眼睛。阿尔山很美吗？去过几次，对，但没什么印象。是因为我比较累嘛，完直接他们去了，就是我在车上睡觉了，完所以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回来了。他去国家地质公园，人家去了，他在车里睡觉，等待他们来召唤你走。啊，对，完他们就给我直接拉回来了。醒来时候我也在家了，就醒过来就开始拖地。20号，男嘉宾你好，你那么喜欢就是比较宅嘛？然后你如果谈女朋友，女朋友爱出去玩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是你需要我陪的时候可以一起，完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出去。完要是不需要的话，那我就宅的嘛，也挺好。完你要是想找我的话，绝对能找到我，我就在家里呢。前2个猪园爱出去玩吗？就还好吧，我发现就是宅会传染，基本上就是我特别宅嘛，完基本上那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是宅，但后来会适应，也发现哎在家好舒服啊，真的。我想问问台上有没有特别宅的女生啊？有没有？来，特别的，来12号。就是我要是在家的话，能躺着绝不坐着。那你灭灯是？对呀。灭灯是因为他说他那个就是在家除了打游戏，然后就是拖地，然后睡觉了，也没有其他的。那你在家宅干嘛呢？宅家就是我也干家务。那不挺好吗？你干你的家务，他干他的家务，2个人累了都躺着，饿了叫外卖。但是我不想找个镜子。哦，你不想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对，你现在想一想，宅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谈恋爱？会吧，基本上就不怎么接触人嘛，就只有自己的几个朋友嘛，基本上就社交圈也就那么大了。11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个宅男，不是，也是个宅女。你也是个宅男。我是个宅女，我是夸张到就是一整天我都可以躺在床上，然后为了不下床，我可以吃1顿饭。而且我不喜欢打扫卫生，你非常适合跟我一起宅，你可以打扫卫生。就我负责打扫卫生，你负责吃饭是吗？对。冯坤阳。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特别宅，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我1年到底是活了365天，还是把1天重复了365遍？我不知道男嘉宾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或者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特别宅，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我1年到底是活了365天，还是把1天重复了365遍？我不知道男嘉宾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或者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你怎么活着也是活着嘛，完直接为什么要改变？我感觉我挺舒服的，就没有必要改变。可能吧。完了，踩到雷了。
我很好奇，假设你家住的地方周边的外卖已经被你吃了很多遍之后，这口味上不会腻吗？哦，会，这个非常严重，真的。我最近考虑搬家，可能就因为这件事。他搬家是为了换一个外卖圈儿。哎，兄弟，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点外卖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半径，比如说3公里、5公里，你可以这样啊，你不用搬家，你把它扩大到，比如说50公里。有这招吗？我不知道。那这可以的，加钱呗。为了换外卖圈搬家买房子，我从来没听过。这离了外卖是活不了的，这个孩子啊。5号。哎，南嘉宾你好，我觉得你虽然说自己是宅男，然后但我觉得你一定就身边有一个圈子的朋友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你人特别有趣，就在我笑点上了。就感觉宅男挺好的嘛，本身他喜欢的东西也就很专一嘛，也很长情。就像我喜欢绿色，就从小一直喜欢到现在嘛，估计未来也是不会变了。然后还有就是社交圈也相对固定嘛，不会就去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怎么样的。找个这种男朋友挺好的，稳定的喜欢外卖，稳定的宅在家，稳定的喜欢绿色。我觉得这几个稳定的喜欢朱元。看下一条。你老是说草率了，谈恋爱也会这么草率吗？年纪小不懂事，多少会有一点哦。我谈过2次恋爱，初恋的草率是草草开始，他是我的好兄弟，他是我好兄弟的女朋友，他们分手之后，他向我告白了。那一刻，我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恋爱后，他一直高调炫耀我们的关系。在约会时，他总是在说他前任的那些事。在他身边，我好像感受不到恋爱的感觉。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觉得他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报复他前男友。于是，我向他提出了分手。因为草率的开始这段恋情，我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和一个女朋友。第2段恋情的草率是草草收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的约会就2件事，在家打游戏和刷剧。这样的约会方式保持了1年。后来因为双方太忙，大家开始很少见面。他对我的聊天也越来越敷衍。有一天喝了点酒，仔细回忆我们恋爱时的状态，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吧。一时上头，直接把他的微信删了。等酒醒后，却很后悔，想去和他解释，却无力挽回。在曾经的感情中，我做过草率的决定，现在的我会更加慎重。过去的恋爱我都付出了真心，但是都没有好结果，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喜欢别人就是在伤害自己。不过内心还是会憧憬，能有一个让我心跳加速的女生向我走来。你会是那个人吗？你的第1段感情，你的那个兄弟的女朋友，他们分手之后就向你表白，你是当时就预感到有点不那么对呢，还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觉的？相处一段时间吧。你难道不知道他和你兄弟是男女朋友吗？我最开始是不太知道的，就不知道，对。然后你和他在一起了之后，你兄弟没有跟你聊点什么吗？兄弟，你不能这样啊，有没有这种话？他没有，完直接但就后来我感觉就是整个，就我的朋友圈给我拉黑了。你的朋友也把你拉黑了？对。那个女朋友跟你也没在一块儿了？对。就现在他们结婚都不叫我了。那谁敢叫你呢？你那么喜欢绿色，这真是，嗨，
常宇。男嘉宾你好，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最后一个前男友的故事。我跟他分手是因为他跟他好兄弟的前女友，然后聊天聊嗨了，然后在一起了的那种。就是所以我对，跟兄弟的前女友，或者说是跟朋友的前男友啊这种在一起的点，那么复杂。听懂了吗？关系比较复杂，没太听懂。就跟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跟你兄弟的前女友在一块儿是一样的。有点像。一样的。对。16号。你好，男嘉宾。就刚刚 VCR 里有看到你说喜欢别人就是伤害自己，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理解，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因为首先是初恋嘛，初恋就可能对我来说不太美好嘛，就是整个社交圈什么的也是变了，因为完还有就是从小就是我父母就关系不太和睦，完就经常吵架，可能在我看来就感情稍微有点不对，我可能就会先保护自己吧，对。最后一个问题，21号。男嘉宾你好，因为你稍微有一点宅，对吧？那宅男一般会比较喜欢动漫，然后你刚刚视频中有提到你喜欢看一些女团，那这个对你的择偶要求，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呢？相对来说，我就可能看感觉吧，两个人有一起的共同爱好，或者直接就是追求或者怎样的，就是或者待在一起很舒服，这种都是可以的。完，对于外形的话，我感觉就这个东西天生选择不了，那就无所谓了。对。我听那个男嘉宾说，因为父母老吵架嘛，所以你就选择一个宅男的状态。我能够理解，就是小朋友如果父母老吵架，他宁可自己待着，就不愿意参与，或者你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建立了关系，好像还是有一点困扰。就是怎么样建立一段很好的关系，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参考，所以有些时候不太会跟人交往。那他说到一点，就是我喜欢，有可能就会被伤害，的确是这样的。当你敞开的时候，当你期待别人、爱别人的时候，那对方如果不能给你对等的回应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失落。是的，但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先要解决你自己的封闭性人生的问题。你现在整个的人的生命状态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状态，它是一个闭合的圆，你发现没有？你的人生的动态的半径已经被限定住了。我们每一代人都在被信息的载体驯化。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有个词叫沙发土豆，是因为电视出现了，所以人就被摁在了沙发上，就像个土豆一样吗？长胖啊，不停长胖，很猪圆。这个时代有了手机，我们连床都不下了，所以你当务之急你要琢磨琢磨，就是生命就这么一次，然后就只在一张床的大小上生活，然后把一样的方式复制大概2万遍左右，然后就面临着终点的时刻，你会不会觉得遗憾？不影响别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应该被指责，没有人指责你，只是我们建议，也许你换一种方式尝试一下，会觉得是另外一种状态。希望你很快迎来第3个祝愿。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